美军曾在尖端武器的研制上进行过许多不切实际的吹嘘，然而这些吹嘘当中有不少都是中国实现完成的。一起来看看详细情况。Hello， 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妞。作为当前的世界头号军事强国，美国的军事科研实力当之无愧的可以堪称世界第一，尤其是在很多的尖端武器领域上，美国相较其他国家具有领先数代的军事技术优势，如核航母、隐形战略轰炸机等。曾几何时，美国在武器研究领域方面一直是中国最重要的参考对象。有句老话说得好，摸着美国过河，就是参考美国的武器设计理念，给予自己一些研发武器思路上的借鉴。然而，随着美国在冷战胜利后压力骤减，自视为天下无敌的美国，在研究先进技术武器方面放慢了脚步。冷战时期那种高新科技疯狂催化军事武器发展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来到现代，后来居上的中国经过数十年的科技积累与探索创新，终于走出来了自己的一条独立的武器研发探索之道。甚至当初美国提出的一些尖端武器概念，而没有足够技术研发的武器，在中国的科研人员手里也已经变成了现实。今天虎妞就简单的给大家科普几款美国负责吹牛想象，中国负责实现的尖端武器。一、反舰弹道导弹。反舰弹道导弹实质上就是具有末端制导能力的弹道导弹，因为弹道导弹具有射程远、速度快的优点，具有千里之外打击敌方航空母舰的技术能力。因此，在冷战期间，美苏两国先后进行了弹道反舰导弹的研发，企图在弹道导弹的导引头上做出改进，但是始终无法解决黑障等一系列的制导技术问题，项目面临瓶颈，只得终止。不过这个问题到后来被中国解决了，因此中国也就成为了世界上唯一一个研制成功并正式列装反舰弹道导弹的国家。这种导弹相比传统的反舰导弹优势极大，末端俯冲速度基本上在10至15马赫之间，射程也在2100至4500千米范围，战斗部当量 1.8 吨起步，射程、速度、威力等各项关键性能远非常规反舰导弹能比。而且弹头具有末端机动能力，可规避敌方的防空导弹拦截。目前，中国拥有东风21、26两款反舰导弹，是美国航母最为忌惮的武器，是当之无愧的航母杀手。二、电磁炮。电磁炮是一种利用电磁力发射炮弹的尖端武器，弹头对目标只有纯粹的动能杀伤力，威力惊人，且具有传统火炮不可比拟的初速和射程。据称，一门大口径的电磁炮射程可以达到300到500千米，初速则在4000至6000米每秒。高初速、远射程的特性，使得其成为反导、防空、对舰的优秀武器。更重要的是，这种火炮成本低，仅靠电力发射，一发炮弹成本比普通炮弹便宜多了，却拥有中远程防空导弹的效能。美国在电磁炮方面是先行者，2005年开始研制电磁炮，经过17年摸索，试验的效果不能让人满意，因此从2022年起，美国未来的国防预算将不再包括电磁炮的预算，这就已经宣告美国的电磁炮项目寿终正寝。而中国虽然比美国起步晚，但是在马伟明院士团队摸索下，中国的全电推进系统蓄势待发，将来可能装备在055A 大驱上，为电磁炮功能。而我国自己的电磁炮已经经过了好几次成功的试验，2018年更是将其安装在了登陆舰上进行测试。中国电磁炮的性能趋于成熟，外界预计将来的第二批次055驱逐舰有很大的可能装备电磁炮。三、高超音速导弹。高超音速导弹就是指最大速度超过5马赫，可实施大幅度机动的，主要在大气层内飞行的导弹。很遗憾，高超音速导弹武器的概念还是美国人先提出的，而且也是率先投入试验的。从2011年开始到2021年的10年间，美国陆军的 AHW 项目、空军的 X51、AGM183 项目进行了数次试射，均以失败而告终。美国高超音速导弹项目唯一的独苗，陆军 LRHW 高超音速导弹，据说2028至2029年才能大规模投入使用。而中国的东风17最早公开亮相都在2019年的国庆大阅兵了，
可以想象其实际的服役时间还要提前。目前，中国的高超音速导弹种类完善，分为陆基的东风17、海基的鹰击 XX 和空射的某不知名型号高超音速导弹，已经发展出了一个完整的高超音速导弹家族。而俄罗斯也发展出了锆石、匕首、先锋系列高超音速导弹，哪怕是朝鲜，最近几天也成功试射了射程1000千米的高超音速导弹，由此成为继中俄之后世界上第3个掌握实用化高超音速导弹技术的国家。不知道美国高超音速导弹的科研人员知道了这个消息后，会不会感到汗颜？以上3种武器只是代表性的，除此之外，我国还有055驱逐舰、先进2代电弹、远程火箭炮、PL-15等装备，均是美国没有或仅存于概念的先进装备。估计美国人自己也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吹牛的武器怎么就让中国人给实现了呢？